凤之威她很聪明，是一个思想上来说，其实还是一个比较独立的、偏成熟的这样的一个女孩子。拿着干什么？还不快给我姐姐戴上！戴上。凤之威一开始入朝堂纯粹是无心的，被宁毅一步一步以棋子的这样的一个招给他套进了朝堂里。不能这样，我爸爸宁国人会学识就好。未知，你可有人选？回禀陛下，微臣举荐七皇子宁齐。刚开始就是小聪明，刚开始他只不过就希望在朝堂上他可以活下去，赚点银子，让自己的妈妈和弟弟活得好一些，只是这样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想法。你跟他要钱，这个台词就特别舒服。说你不当个小孩吗？有钱吗？就拐着那个，就是那个台词节奏，你是掌握的非常好啊！我明白，来，继续，再来一遍，一点的。长姐做错了事，自有官兵捉拿，是我连累了你跟阿娘，都是长姐罪有应得。哎，明明就不是这样的，你和阿娘非得把我当成3岁的孩童来欺负啊！什么都不告诉我，什么都瞒着我，你还要碎银子。凤浩，你都多大了，你怎么还不懂事儿啊？你是凤家唯一的血脉，我跟阿娘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你能够平平安安的，你明不明白啊？长姐，别说了，长姐没有不得已的苦衷，只不过呀，长姐欠了别人一份恩，留在这兰香院，或许还能还了她这份恩。若是不能与他两全，长姐纵是去了天涯海角，也是不得心安的。我原来就觉得我就是想要走天涯，我不想要做任何事情，但是现在觉得还是得有名有利，这样的话才能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如今你既不为报恩，身为朝臣，又有何打算？是为了功名利禄，还是为治国安邦一展抱负？自然是为了功名利禄。这满朝文武，怕是多一半都是为了功名利禄。可是在人面前，如此直言之人，要少一个。若是在半年前，微臣是绝不会做这种简易事。微臣只求浪迹天涯，看看这天大地大，自由自在，岂不快？时隔半年，如此变了心意。因为这半年间，微臣才发现，一个人活在这世上，无权无势，只能是任人摆布的命运。只有位高权重，方可自由自在，按自己的心意活着。一步一步成熟，想法成熟，感情也变得成熟，它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的一个走向的。尚在处理期间，也曾闹过此等荒谬案件，又怎知这一次不是假的？罪臣凤之威参见陛下。18年前，朕曾诏令天下，凡有窝藏大成余孽者，杀无赦。如今竟有人将大成九皇子养于地境，谢爱卿，你倒是给朕说说，此人又该当何罪啊？若陛下一定要惩办家，就愿替他一死。求陛下放过我阿娘。主人，老奴在。此朕就与凤之威。师妹，不可！心中有我和谁？
寂静又如何？无人证过。娘，不见我手。你怎么了？阿娘，你怎么了？阿娘。情冷月色。阿娘。纷纷往事。高楼青山歌。松下落，小小雨中不人别，伤心无人说，心痛关小雨，关小雨，你怎么救救我阿娘？阿娘。轻声一剪纸，只因手寥落。停。OK， 非常好，非常好。记得我刚刚好像有说错词，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前面说错了。没有。后来慢慢，他觉得有了这些东西又有什么？我有了这些东西，我照样该没有的还是没有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肋嘛。你就说一个人为什么有血有肉，不是说他永远都是以刚强、以正面的形象展现在大家面前，那才是一个真实的人物。我始终觉得，一个真实的人物，他是有该怂的时候，也是会怂的。这个戏里有很多凤之威该怂的时候，他都怂了。就是你这样才会觉得这个人物他是真实的，他可能是你，可能是我，而不是一味的是一个女英雄、女谋士的这样，什么事情到他面前都能够迎刃而解的，不是这样的一个人物。我始终是觉得凤之威一直是觉得对不起贺连征的，他知道贺连征很爱他，但他一直都是很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，我心里只能装得下你一个人。之威，好人会信守承诺的，因为我相信你一定会忘掉的。我觉得顾南一就是始终，像是一个姐弟一样的一个关系。凤之威可是大家闺秀，身边当然不能够男子，只该有你这么个貌美审美的媳妇。只是以后不能再叫你，该叫你什么？走吧。等秋府街演出一会儿。走。停。好，来，是不是故意的？来，姐姐来。坐一下。好吃吧？我直接把一个核桃塞到嘴里了。他塞的是这个，真的假的？他给我塞嘴里了，我这都包好了，一直搁手里边。大轿车都来了。哎呀，空调好。他跳摇的那一刹那，跳全景的时候，你已经不在这儿。六郎，这类相信。你一定会容许那些心怀共荣之人都平安终老。只要没有了一个大声的离婚，他们便只是活在这困难中。
心去吧。你安心去吧。穿衣服。来吧，穿衣服。志伟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明义跟凤之威的感情，就是纯纯的爱，默契的爱。会有矛盾，会有在世界上的互相不理解，但是爱本身是永远的基调。志伟，你还记得你我是为何相识吗？之间可能有过很多的误会，可能有过很多的被别人设下的套，但是始终还是对彼此是信任的，是觉得还是有寄予希望的，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大爱的关系。志伟，方志伟，方志伟。导演就把这种戏放到最后拍，就是演员跟演员之间和演员跟角色之间，其实已经建立了非常浓厚的感情了，所以就是拍的时候特别痛苦，但是要极度的克制，所以有几度的时候是让自己深呼吸之后才能演下去的，特别是隔空对话，我觉得那点特别高级。因为两个人的人物关系太复杂了，我觉得是需要用一些另外的手段，隔时空的，通过一些想象力的东西，才能够为这两个人画上一个句号。最后就是宁毅和凤之威想象着彼此在哪儿，然后说完那些话的时候，哎呀，我怎么会到现在还没出戏呢？拍摄的时候总是想，哎，什么时候杀青啊？什么时候杀青？觉得好想休息休息，出去度个假什么的。好 ，OK， 我们最爱的坤儿哥以及怼我们怼的最狠的妮姐杀青了。但是你真正杀青的时候，你又觉得好像没什么事儿可以做，还是觉得拍戏的时候是最开心的。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已经是一个最大的收获了。